前面2期节目啊，都是聊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对比特币的影响啊。如果说你看过我前面2期视频的话，那么结合最近这2周发生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我是不是已经全部都说准了？那上期视频最后的时候啊，我说我们这一周啊，就是最关键的这个时间窗口啊，那么将决定是否开启新一轮的牛市的行情。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会在今天的视频中给大家一个答案。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根据最近几天的这个事态的发展来分析一下比特币是不是中立的。那么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呢将决定着比特币未来的一个高度能否挑战黄金的总市值。那么换句话说啊，就是将决定在观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你，未来会不会暴富啊？是的啊，你没有听错，是暴富啊！希望大家都跟我一起看完这一期视频。你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一定要点击订阅。首先啊，我要摆明一个态度啊，就是本期视频啊，只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啊去看待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啊，所有币圈朋友都应该明白啊，政治立场一文不值。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到新闻了啊。那么欧美主要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将俄罗斯剔除出去了 SWIFT 的系统。那么这个经济制裁，如果说在国家层面来看呢，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呢，在个人的角度，从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出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么意味着手里的卢布呢将会跌成纸，辛辛苦苦多年的积蓄呢，几乎都是打了水漂，甚至连一贯宣称中立的瑞士啊，也站出来说要制裁俄罗斯了。所以说啊，之前所谓的中立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呢？那么我前2天看到有朋友转发了一条朋友圈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2天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不知道是谁带的头，西方列强开始无差别的抢夺俄罗斯的财产，这从根本上违反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普通公民的财产权，也就是物权法，在文明社会是高于国家主权的存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最深入人心的价值观。但是现在西方列强像猎狗一样争先恐后的去抢夺俄罗斯人的财产，这是一个文明的坍塌。现在的问题是，基于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这个共识基础的西方金融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共识坍塌之后还能长久吗？文明的坍塌原来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啊。那么看完这一段文字啊，我确实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啊？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啊，那么我希望我所在的地方不要发生战乱，那么我手里的资产不要变成纸啊。但是呢，世事无常，你根本就无法预测未来，哪怕未来15分钟要发生的任何意外都无法预测。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难道只能够坐以待毙，没有任何方法了吗？也不完全是啊。那么目前西方所有的国家的这个文明的坍塌呢，正好呢是给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一定就是比特币了。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前面2期节目非常看好俄罗斯如果说使用比特币进行结算这么一个理由。另外呢，最近几天的这个比特币的上升的趋势，也正好呢是验证了俄罗斯的富豪们正在向加密货币市场大步前进。那么这个市场也会随着水涨船高。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啊，这个世界上只有比特币和狗狗币呢是无主币啊，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个人拥有这个比特币或者这个整个的这个狗狗币啊，那么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操纵它们。反过来说呢，也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能够制裁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那么政策面的打击呢，只会给他们增加知名度。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啊，说是这个乌克兰的数字化转型部啊，它应该是一个部门，正在向8家加密货币所发送正式的信函，要求他们停止为俄罗斯用户提供服务，因为担心数字货币会被用来逃避制裁。那么这8家的交易所呢，分别是 Coinbase、Binance、火币KuCoin、Bybit、Gate.io、Whitebit 以及乌克兰交易所 Kuna。那么对于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我只能说呢是嗤之以鼻，非常的下作。
那么你可以要求交易所停止对俄罗斯政府机构的服务，但是无权要求停止对普通老百姓的服务。那么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让我看到了一些脑子正常的交易所啊。那么 Coinbas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啊，他们不会对涉及俄罗斯地址的交易实施任何的全面的禁止，但会阻止那些可能涉及受制裁个人或实体的账户或交易。对于 Coinbase 的这个声明，我个人表示呢是非常的赞同啊。虽然我多次说过 Coinbase 的软件呢写的跟小学生写的一样，但是人家的姿态呢至少是对的。那么讲到这里啊，如果你问，那么比特币算不算中立的呢？那么我的答案呢是，比特币没有任何的政治立场，那么它是比我或者是比任何人都是没有政治立场的啊。那么比特币可以算是最客观的了。那么另外有一个消息啊，是 WLegal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叫 Nigel Kusher， 他告诉这个 BBC 的记者，他说，对于某些受到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寡头和亿万富翁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将现金转移到哪里。当然了，他们不想将其转移到俄罗斯，购买比特币呢将是唯一的选择。除了俄罗斯银行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会敢碰你了。所以说你还能把钱放哪儿呢？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些消息啊，我有理由相信下一轮的牛市的行情就要到来了。那么这一次还会创新高。那么我们说完了比特币啊，继续来聊聊狗狗币。很多朋友私下里问我啊，最近怎么不聊狗狗币了呢？因为呢最近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狗狗币有异动的地方啊，或者说有任何人让人觉得这个狗狗币基金有什么创新的地方。所以说啊，在没有大新闻大动作的时候啊，狗狗币只能是跟着比特币的行情的波动而波动。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2月份的时候，我将自己很多零散的账户呢进行了一个合并。那么之前我在很多交易所都有一些投资，那么为了将这些资金呢整合在一起，我尝试了很多种转账的方式，最后呢只有狗狗币的手续费是最便宜的。那么便宜到让你不敢相信啊！我相信很多转过狗狗币的朋友都深有体会。那么我之前呢是转过以太坊 NU， 但是呢只有狗狗币让我觉得这才是货币该有的样子。对于狗狗币未来的景象呢，我在去年聊过很多期的视频，那么今天不再赘述了啊。总之，我之前对狗狗币的看法呢是依然没有改变啊。狗狗币呢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狗狗币的这个人民货币的道路呢，虽然历经艰辛，但是一定会实现。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啊，大家不妨呢将闲置资金呢大头呢去买比特币，小头呢去买狗狗币，未雨绸缪。万一第3次世界大战不期而遇了，那么手里的法币将会变成纸，到时候呢比特币可能已经天价了。那么你想一想，这种情景会不会欲哭无泪呢？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啊，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